上回说到，路飞的爷爷海军英雄卡普亲自到水之都与路飞见面，弗兰奇与卡雷拉公司的船工们正在加班加点的为草帽团制造新船。路飞一会儿在水之都的休闲时光还在继续。新世界，四皇红发和白胡子高调接触，因为艾斯和黑胡子的事情产生了小小的纷争，引起了世界政府的高度关注。山治到街上采购食材，偶遇被记者和市民包围的娜美和罗宾。某个时尚杂志的记者相中了娜美和罗宾的身材，准备挖他们过去做泳装写真模特。娜美一把扯过记者，怒目而斥：“你没搞错吧？我可是正经人。你给多少钱？”罗宾一愣：“你认真的？”娜美回过头来埋怨道：“1亿贝利都被路飞他们给败光了，不出点写真或者搞点其他外快，可乐都买不起，全都划船去新世界吧。”躲在人群中的山治一听到泳装写真，瞬间怒了。娜美和罗宾的泳装写真只有自己可以独享，就算仅仅是幻想，也只有自己有这个权利。谁敢对娜美和罗宾起色心，老子砍了他！山治从人群中跳出来，张牙舞爪向群众们赶走。这下子只剩下山治和娜美、罗宾的独享时光了。山治暗暗得意，说不定还有左拥右抱的机会。这时，冲天鸠和他的兔子猫找过来，嚷着肚子饿。娜美和罗宾趁机将山治丢给冲天鸠，溜走啊，继续去购物。山治很无奈，带着冲天鸠去找好吃的馆子。冲天鸠向山治推荐一个老头，听说是可可罗婆婆的朋友，做菜比山治还好吃。山治很好奇，推着一大车的食材慕名前往。结果来到老头所在的地方，前面的食客都议论纷纷，说这个老人做的菜难吃的一批，狗都不吃。山治和冲天鸠走下楼梯，看到一个醉醺醺的老头躺在岸边的小船里打着呼噜。冲天鸠上前叫了几句，老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山治兴致全无，算了，反正食材也有了，自己做饭也行。山治私自借用了老头的烹饪台，3下5除2就做好了食物，招待冲天鸠和他的长耳猫。老头闻声醒了过来，看到山治的刀工之后吃了一惊：“你的刀法哪里学的？”山治平淡的回答：“以前在一个叫巴拉蒂的海上餐厅待过。”老头更惊讶了：“你是哲夫的徒弟？”这回轮到山治惊讶了：“你认识老爷子？”老头回答：“能用出这种刀法的人只有哲夫了。”山治点燃一支烟，坐下来和老头聊天。老头得知山治是为了寻找奥卜路才离开哲夫的海贼团之后，并没有像以前那些人一样嘲笑山治，而是平静地告诉山治奥卜路是存在的。山治瞬间愣住，老头抬起头看着一张照片入神，嘴里喃喃自语道：“那是技艺超群的厨师们的梦想之海，半途而废的人是绝对到达不了的。从古至今，挑战他的厨师们都没有看到过这一奇迹。”山治抬起头看到那是一张在乌云之下翻腾的大海的照片。山治拔出嘴里的香烟，惊讶地说道：“不会吧，老爷爷，你去过奥卜路？”老头平淡地说过：“没去过。”山治怒吼一声：“那你说的那么认真？”老头倒了倒手里的酒瓶，酒瓶已经空了，一滴酒都流不出来。山治拿出一瓶酒递给老头，作为使用他的烹饪台的答谢。老头也很讲究，接了酒，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坚持留山治等人尝尝自己的手艺。看到老头走路都一步颤3颤，光是拿菜刀就已经气喘吁吁。山治实在是于心不忍，连连劝老头不用逞强了。老头立即发飙，山治不敢再说话，只好坐在座位上乖乖等着。老头拿起菜刀，手抖得像得了脑血栓一样。山治表示很担心，不过让他惊讶的是，老头用着抖手切菜却一点毛病都没有，菜切得又快又好。食材下锅，老头张起勺来，毫不生疏，无比熟练地做好了3份蛋炒饭。真正的烹饪高手都是做蛋炒饭的，从一道简单的菜中品出一篇1万字打底的美食论文，这就是真正的美食家。山治端起勺子吃下一口，那感觉就像是在鸡蛋和米粒之间翻滚跳舞一样，香气包裹全身，色泽如此诱人。一个这么简单的菜，食材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居然让这个老头做出了松鼠桂鱼的味道。见食后取得佳肴的山治忍不住全身发抖。老头得意地说道：“你知道这个菜为什么这么好吃吗？虽然你多少有点手艺，但是连这都不知道的话，奥卜路你就别想了。”山治一听就来了斗志，跳起来奔到街上去寻找老头烹饪的秘密。这个蛋炒饭烹饪方法一般，食材一般，能让这个菜如此美味的秘诀只有一个，就是调料。山治火速跑到镇上的一家调料店铺里，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让自己味蕾久久难忘的味道。调料店铺的老板告诉山治，水之都是大都市，自己这家店集齐了世界各地的调味料。山治没有找到新的调料，只好失望离开。但他对那种味道念念不忘，那个调料味道总感觉是哪里品尝过，并不是什么独创的味道，但一时就是想不起来。山治一路苦思冥想，连在街上偶遇的娜美和罗宾都没有注意到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后街。这里正在搞灾后重建，卡雷拉公司的船工们在这里挥汗如雨。此时正好到了中午，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坐下来吃午饭。工人们的午饭很简单，就是放了盐的饭团。一个工人好心的招呼山治尝尝，另一个人却说给人草帽团的厨师吃盐饭团，这也太失礼了。山治却表示正好肚子饿了，尝尝也是可以的。
工人们热情地招待山治坐下来，山治拿过一个饭团尝了一口，立刻愣在原地。旁边的工人感叹做饭老头的手艺，山治激动地跳了起来。你说的那个老爷爷不会是那个喝醉酒的老头吧？工人吓了一跳，你要是吃中毒了就去找那个老爷爷吧，我们概不负责。山治从这个简单的饭团中突然悟出来了老头的烹饪秘诀，道了谢之后起身向水边奔去。老爷子做出来的饭之所以简单又美味，并不是用了什么复杂的调料，其中的秘诀是调料中最简单的一个东西——盐。水之都的盐和其他地区的盐都不一样，和普通的那些只有单一咸味的盐相比，这里的盐有浓厚的咸香味。因为水之都每年都会受到水之诸神的侵袭，虽然对百姓来说是一场灾难，但是作为代价，水之诸神给水之都送来的含有海中丰富矿物质的海水，用这里的海水提取出来的盐，咸香十足，矿物质丰富。山治跪在老头面前，恳求老头将这里特别的盐分给自己一些。盐是烹饪不可缺少的，料理长路漫漫，山治希望能存一些盐来备用。虽然草帽团常年在海上，但是提取海盐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。首先需要大量的海水，另外在暴风雨中提取的海盐更是难上加难。山治通常都是买来现成的盐来使用，并没有尝试过从海水中提盐。老头呵呵笑了笑，抬起头感叹道：“今天的天气真不错。水之诸神过后，天气通常都是晴天。”老头让山治背着自己来到一个屋顶的房顶，圆形的屋顶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盐。当水之诸神来到的时候，海水就会淹没房屋。等海水退去后，屋顶上的海水蒸发掉，就会留下大量的盐在上面。山治放眼望去，整个水之都所有的房子上面都是亮晶晶的盐，数量大的用不完，想要多少就可以拿多少。山治一直辛勤劳动的晚上，收集了满满5大袋盐，数量之大，够路费吃一天了。这时，白天那2个抱怨老头做饭难吃的年轻人折了回来，请老头再一次做料理给他们吃。这老头料理很奇怪，一开始不好吃，但过后却很想吃。山治疑惑地看向老头，老头告诉山治说自己给他们用了药膳料理。船员长期在船上吃不到好东西，舌头都迟钝了，吃了药膳料理后，草药起到作用，就能感觉到味觉。此行山治受益匪浅，不仅收获了食材调料，而且又长了一些见识。告别了冲天鸠，山治一个拉车向落脚处走去。经过海边的时候，山治看到乌索普一个人在岸边嘀嘀咕咕，莫名其妙，自导自演一出草帽团成员集体求他回归的戏剧。山治抽了一口，无奈地嘟了一句：“白痴。”乌索普在外面一直排练到深夜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找到草帽团的落脚处，乌索普只好翻墙进到院子里，摸索着来到路飞等人所在的2楼，站在窗外悄悄地望进去，看房间里除了自己，其他草帽团的人都到齐了，大家脸上表情凝重，好像遇到了什么难以抉择的事情。乌索普探头探脑，制造响动，想吸引着同伴过来。打了个喷嚏后，房间里的娜美终于有了反应。乌索普脑子里上演了一系列情景剧，结果娜美来到窗边，直接把窗帘扯上，看都没有看一眼外面。以弗兰奇和冰山为首的造船小队没日没夜的赶工造船，进度惊人。很快，草帽团的新海贼船就成型了。冰山拿着弗兰奇的海贼船设计图纸端详了一下，突然笑出了声音。弗兰奇一脸鄙夷的看过来，有什么好笑的？冰山说道：“我想起来，当年你在这个飞船岛上收集了废品，做了几艘奇怪的战舰，结果那些战舰被斯庞大姆那个人渣利用，成了陷害汤姆先生的证据。现在看到这个图纸，我明白了，你那个时候制造战舰的经验绝没有白费。有这艘船的话，去新世界也不是梦了。汤姆先生也一定会骄傲的。”从小，冰山和弗兰奇就像是冰与火的存在。冰山总是看不上弗兰奇不务正业的样子，弗兰奇嫌弃冰山管得太多。冰山多次请求汤姆先生把弗兰奇赶出他们的汤姆工作室，汤姆先生经常呵呵一笑，安慰几句。没想到冰山和弗兰奇这2个从小互看不顺眼的伙伴，能有朝一日在一起，齐心协力共造一艘船。弗兰奇叫住冰山，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海贼船，现在草帽团不光成了海军打击的海贼，而且还是和世界政府针锋相对的世界级要犯。为这样一个穷游极恶的团伙造船，身为市长的你却伸手帮了忙。这件事如果传出去，对你相当不利。”冰山无所谓地说道：“这件事以后再说吧。师傅汤姆先生曾经教育他们说过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海贼船的设计图，乘上船的船员们挂上骷髅旗就是海贼船，挂上海鸥旗就是海军船，造什么都没有关系。男子还要响当当的面对自己造出的船。”晚间，弗兰奇一家送来宵夜，大家暂时休息了一下。冰山看出弗兰奇心中所想，直言道：“你很中意草帽一伙吧？难道把船送给他们，你的心愿就达成了？”弗兰奇听出冰山的意思，直接说道：“我并没有离开这个岛的打算。”弗兰奇家的小弟们看出了弗兰奇的心意，跟随大哥久了，大哥的想法他很明白。大哥 flag 立得太早，用不了几击就会啪啪打脸的。弗兰奇片刻都不休息，疯狂工作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他的心早就被草帽团给抓住了，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罢了。众人加班加点，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，巴里等人累得倒地不起，而弗兰奇和冰山却丝毫不知疲倦，依然在疯狂工作。说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种在他们的心里，让他们感觉异常的兴奋。
第二天，藏网团已经养好了精力，该采购的物品也采购齐全了，记录指针也存满了记录，就等着船造好后出航了。可可罗婆婆看了一眼纳美的记录指针，高兴地告诉大家，下一站就是渔人岛了。提到渔人岛，山治兴奋的不行。人鱼这种生物就是艺术与美色的完美结合，看上一眼就会激动的浑身发抖，甚至不自觉地瞥了眼可可罗婆婆，这简直就是艺术与美色的苦大仇深。看了一眼，同样浑身发抖，只不过不是因为过于激动，而是抽搐了。可可罗婆婆拿出当晚的报纸递给娜美，报纸上报道了某片海域里有14船神秘失踪的事件。可可罗婆婆告诉大家，想去往人鱼岛乐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中间还有一个必须经过的危险地区，人称魔鬼三角洲。在那片海域中，每年都会超过10艘以上的船下落不明。之后虽然能找到消失的船，但上面的船员全都不见了。关于幽灵船的传说在那片海域数不胜数，乔巴都要吓尿了。路飞高兴地说道：“能看到活着的骷髅头吗？”路飞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。可可罗婆婆提醒众人，不管传说是真是假，总之那是一片遇难很多的危险海域，出航之前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全员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里，一边的罗宾一句话就打破了这种气氛。如果是幽灵船的话，上面一定有很多宝物。纳美的恐惧一扫而光，兴奋地大喊：“小幽灵船，冲啊！”索罗摸了摸下巴，若有所思。宝船上的话，上面应该会有把剑吧？这时，芬兰奇的2个妹妹以及充电鸠闯了进来，带来一个好消息：用宝树亚当做原材料，5名水之都顶尖造船工顺水湖打造的梦想之船终于造好了。路飞等人刚要庆祝下，弗兰奇一家又慌慌张张地跑来，带来了另一个让路飞等人兴奋的消息：政府发布了新的悬赏令，藏王团全员都被悬赏了。船长路飞的赏金达到了一个了不起的金额。弗兰奇一家将最新的通缉令铺在地上，路飞的悬赏金涨到了3亿贝利，海贼猎人索隆悬赏金1亿2千万贝利，娜美悬赏金1600万贝利，乔巴以宠物的身份被悬赏了50贝利，罗宾8000万贝利。山治因为照片获取失败，随便找了个街头画师给手绘了一张，悬赏金7700万贝利。乔巴和山治都要崩溃了。弗兰奇家的小老弟又掏出另一张悬赏令，弗兰奇悬赏金4400万贝利。小老弟请求路飞一行人带走弗兰奇，那个家伙本来就是海贼的孩子，他的心向往大海，而且现在他又是通缉犯，待在岛上会有生命危险。如果弗兰奇被抓走，凭弗兰奇家的实力很难将他救出来。路飞看着弗兰奇的通缉令，陷入沉思。